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以后别再买蟑螂药了。今天教你一个土方法，安全无毒，1-2天蟑螂全不见了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啦，我们的厨房和卫生间、房间里、角落里都容易有很多蟑螂。一般如果我们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，那么家里就已经有1-2个蟑螂的家族了。因为蟑螂有群居性的习惯，就普通的家庭最多可以有1000多只的蟑螂在活动，虽然你只能看见几只。蟑螂也可携带真菌，我国也曾在室内捕获的蟑螂体内分离出多种真菌，包括大量黄曲霉病毒。虽然这些病毒在蟑螂的体内并不能繁殖，但是蟑螂是一种媒介，可它在食物或者是家庭场所爬过后会传播病毒。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蟑螂的诱食剂或者是杀虫剂，但如果家里有老人、小朋友或者是宠物的话，这些东西就比较不安全。那么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地把蟑螂赶走呢？下面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只需要一个家里最不值钱的东西，就可以有效地把蟑螂赶走，那就是洗衣粉。很多家庭都有，用惯了洗衣粉搭配洗衣板搓一搓，大多数污渍呢都能够去除干净。也可以用来刷鞋、刷锅台，反正价格便宜，用起来也不心疼。我们先准备一盆水，再往水里边加入1-2把洗衣粉，用手把洗衣粉和水搅拌均匀，然后把抹布放进去，充分地打出泡沫。像这样泡沫丰富就行。接下来就可以用抹布蘸取洗衣液，去擦拭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了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厨房灶台上，经常会有油渍以及一些食物的残留，那么这些食物的残留呢，就会变成蟑螂的晚餐。为什么蟑螂是4害之首？因为它真的太强大了。蟑螂属于杂食动物，各种食物、垃圾、瓜果都会食用，甚至在缺少食物时会啃食同类的尸体，根本不愁没吃的。而且对蟑螂的繁殖速度极快，一对蟑螂在1年后呢，可繁殖2万只。此蟑螂一生一般交配1次，每次交配时间长达2小时，便可终身繁殖，甚至无性繁殖，保护能力还很强。蟑螂会飞，能爬墙，善钻洞，昼伏夜出，触觉、嗅觉反应十分灵敏，遇到危险马上溜之大吉，很难抓到。所以为了对付蟑螂也是绞尽脑汁了。我们用洗衣液涂抹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就可以有效地把蟑螂给赶跑了。用洗衣粉来消灭蟑螂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，因为蟑螂不同于其他的虫子，蟑螂的呼吸系统是在蟑螂的腹部位置，也就是说，哪怕蟑螂没有了脑袋，它也一样能呼吸，能活着。所以我们用洗衣粉与水混合产生后的气泡，可以堵住蟑螂腹部的呼吸孔，蟑螂就会窒息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，有的洗衣粉呢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加入硼酸来调节酸度，蟑螂如果吃了硼酸后，就会在2到3天内死亡。所以哪怕后续制作出来的气泡全部都消失了，如果蟑螂碰到了洗衣粉的成分，也会在一段的时间内呢就彻底消失啦。如果其他的蟑螂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吃了自己的同伴也会间接中毒，那么家里的蟑螂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少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洗衣液把拖把打湿，然后呢把整个厨房的地板都拖一遍，特别是角落里的位置，一定要着重的去拖洗。因为蟑螂就喜欢沿着角落墙边爬，把地板都均匀的拖一遍，那么蟑螂后续路过的时候就会沾染上洗衣粉的硼酸，
时间久了之后，自然家里呢就不再会有蟑螂了。洗衣粉一般都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清洗衣服的医护用品，对于人体来说呢是相对安全的，所以我们平时日常做卫生的时候，只需要把洗衣粉倒在水里，然后用来擦拭桌面或者是地板，以后家里就不再会有蟑螂来偷吃东西啦。不仅能清除顽固油污，还能够有效的防止地板生虫，简直太棒了。家里的环境也更卫生更干净了，而且清洁过后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呢。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看见蟑螂的尸体了，就算第二天没有看到，后边2-3天也会陆续看见的。这时所有的蟑螂残骸、卵鞘一定要彻底清除，以免卵鞘孵化呢继续作祟哦。再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方法，我们准备一小块蛋糕，将蛋糕撕碎放在容器里边。家里一时没有蛋糕，也可以加些煮熟的米饭，搭配少许的白糖即可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一勺洗衣粉，将其撒在蛋糕碎里边，然后下手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拌匀后将其放在蟑螂经常会出没的角落里边就可以啦。蛋糕散发出来的香味和甜味呢，会陆陆续续的吸引蟑螂过来。我们可以多做几盒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让蟑螂再也无处可藏。当蟑螂爬到里边觅食，不管是吃到还是腹部长时间接触到洗衣粉，它都没办法再存活了。几天以后，你会发现家里的蟑螂明显的变少了。洗衣粉用量都不到1块钱，就可以轻松的消灭蟑螂。所以大家学会了这个消灭蟑螂的小技巧了吗？现在天气炎热，家里的蟑螂特别多，隐藏在看不到的角落里，那么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放置在蟑螂经常出没的区域，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蟑螂的身影啦。害怕家里有蟑螂的朋友，赶快在家里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今天关于怎么用洗衣粉消灭蟑螂的方法，您学会了没有呢？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把蚊香洗一洗，原来用途这么厉害。夏天大家最烦恼的就是家里的蚊虫太多了，这时很多人都会用蚊香来驱蚊，尤其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一直被蚊子叮咬，而且一直在耳朵边飞来飞去，真的是让人难以入眠。被蚊子叮咬了又痛又痒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我们买的这种盘装蚊香都是需要用手掰开的，但是在掰开的过程中很容易折断，再加上每次用完的蚊香偶尔呢都会有一小段没烧完的，扔掉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其实将蚊香放在水里泡一泡，能解决夏天的一系列烦恼，方法简单又实用，一起来跟我学习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蚊香弄湿，然后把蚊香掰成很多小段，把它放入一个碗中。然后拿出家里的花露水，加入少许的花露水进去。有时候我们被蚊虫叮咬过后，也会用花露水来擦拭一下，就能有所缓解。还有去上山时，喷一些花露水在身上，就能够防止蚊虫叮咬，而且效果还非常的不错。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就完成了。晃一晃使两种溶液混合均匀，
然后静置5分钟的时间，等蚊香充分的溶解一会儿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妙用吧。首先，妙用1，把配置好的驱蚊液放在家里的床头或者是窗台上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驱蚊效果哦。就这样放在边上，蚊子就自然不会来打扰你了。其原理也是特别的简单，因为蚊香本身具有驱赶蚊子的化学物质，而花露水本身独特的气味也是蚊子害怕的气味，把蚊香和花露水混合起来，会让它们产生化学反应，释放出气体。蚊子非常害怕闻到这种气味哦。睡觉的时候呢，放在卧室里就可以安心的入眠了。而且这样子的蚊香也比较安全，因为我们不需要把蚊香点燃，就不怕蚊香触碰到一些易燃品，比如床单呀、窗帘呀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造成火灾的情况了。妙用2，准备一个喷壶，然后准备一个漏斗。这里我用家里的锡纸随意折成一个漏斗。现在我们再将制好的溶液倒入一个喷壶里边，再盖上盖子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最近有不少朋友都说，天气热了，家里的花不仅不见长，还会开始招虫子了，有些都烂根了。这时别担心，我们自制的溶液就派上用场啦。直接用溶液对着花草喷一喷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驱赶蚊虫或者是花虫了。因为蚊香中含有菊酯等成分，是杀虫子的主要成分，而花露水味道刺鼻，蚊虫更是不敢靠近。稀释过后的花露水喷洒在花草上，也不会对花草造成影响，更不会在叶面上留下难看的斑点，反而会使我们的花草长得更加的旺盛。像这样简单的喷洒在植物的叶片上，就能够起到驱赶蚊虫的效果。特别是有些植物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招来虫子，用这个方法可比杀虫剂好用多了呢。而且偷偷告诉大家，燃尽的蚊香灰中含有着丰富的钾元素，用来做成养花肥料，可以使花卉生长得更加的健壮哦。妙用3，夏天除了蚊虫多，细菌繁殖速度也快。垃圾桶内的垃圾1天不处理，厨余垃圾半天没处理，就会散发出非常难嗅的恶臭味，甚至垃圾桶里边还有很多的小虫子，这也是很烦人的。这个时候用我们之前配置好的溶液就可以很好的解决。我们把配置好的溶液对准垃圾桶喷一喷，可以赶走垃圾桶内的小虫子，还能去除垃圾桶内的异味。在不方便丢垃圾的时候，垃圾桶发出了难闻的恶臭味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轻松的解决哦。如果你也正在懊恼满屋子飞来飞去的小飞虫，那么就赶紧试试这个方法吧。这样夏天到了，家里的垃圾桶就不再是令人作呕的存在了，心情也会舒畅很多呢。妙用3，说完垃圾桶，接下来来到了卫生间。这么说想必大家都清楚了，一个家精致与否，第一眼看的是玄关，还有第一体验的卫生间。别看它只有4-5平米，处理起来比玄关、厨房还要麻烦，尤其是难闻的异味。若是连这么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那么你其他地方搞得再干净、再漂亮也是徒劳。但想要完全杜绝异味，也是有方法的。我们可以用自制的溶液对其喷一喷，这样不但能够做到除菌的效果，还能够有效的去除异味，净化空气。因为卫生间之所以有异味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潮湿，容易滋生细菌。像地漏、马桶这些地方都是散发异味的渠道，所以显得味道特别浓重。将制作好的溶液定期的喷洒在这些地方，
不仅能够有效的制止异味，还能够防止蚊虫的滋生。而且花露水拥有淡雅花香，清香宜人。我老公说，喷一喷这个溶液，比我买的香水还香呢。妙用4，清理完卫生间异味后，会发现我们配置的溶液还剩很多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它剩下的最后价值。卫生间的下水道是有很多的小动物喜欢待的地方，有的下水道寄生了很多昆虫的虫卵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它们就会顺着下水道来到家里。从下水道里飞出来的小飞虫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溶液倒进下水道里边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寄生在下水道内的虫子虫卵。当然除了卫生间下水道，我们还可以倒在厨房的下水道，只要有异味的地方都可以用。下水道想必大家都知道，除了有很多的虫卵之外呢，天气热还有异味。把溶液放进下水道，它也能够有效的杀死虫卵，而且呢还能去除异味，一举两得哦。所以以后我们在使用蚊香时，如果蚊香不小心断裂的蚊香丢掉又可惜，可以用以上的方法来清理一下卫生间的下水道哟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断的蚊香大家还舍得扔掉吗？是不是有很多的妙用呢？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大米老生米虫不要扔，卖米老板呢教我一个好方法，2分钟米虫全跑光。大米生虫呢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，我们只要去除米虫和它的代谢废物，再把米淘洗干净了，大米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大米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，无论是什么好菜，都可以配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。所以每家每户平常呢都会囤上一些大米，但是大米一旦放久了之后就会出现米虫。有些朋友一看到大米里面长了米虫，就会把大米放到太阳底下暴晒。其实这个方法呢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，这样会适得其反。米虫有避光性，阳光暴晒下它就会躲到米粒的中间不出来，然后呢迅速繁殖，这样大米中的虫子只会有增无减。下面我就来教大家正确的做法。方法1，大蒜去除法。大蒜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一个调味品了，像平时炒菜炒饭的时候呢，丢上2颗蒜，炒出来的食材瞬间香气四溢。北方的朋友更是一半接一半的生吃。其实大蒜不光好吃，还有着非常棒的作用，就比如用它来去除米虫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一起往下看。我们先将大蒜掰成一半一半的，再用刀将其拍一拍，这样更有利于大蒜的气味散发出来。接下来就把大蒜直接插入大米里边呢就可以啦。每2分钟米虫就会自动跑光光啦。不过这一步操作呢最好是在室外，不要让米虫满家爬。看看效果很不错吧？虫子逐渐跑出来了。大蒜可以很好的防止大米里面长虫，是因为大蒜散发出来的气味是米虫非常讨厌的。因为大蒜是一种有刺激性气味的食材，虽然这种气味呢我们很喜欢，但对于米虫来说是很讨厌的。把大蒜埋在大米里边，这些虫子呢就会被大蒜的气味给驱赶了。这种方法适用于米虫非常多的情况，会很快见效。那如果大米里面的米虫不是很多，就偶尔1-2只，我们还可以将大蒜一整头的放进去，这样既可以去除米虫呢，还能够保存大蒜呢。因为大蒜非常容易发芽，我们把它埋在大米里边，
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发芽了。所以除了这样一半一半的放在里边，我们也可以将买回来的大蒜一整头的放进去。因为大米里面环境比较干燥，可以抑制大蒜发芽哦。到了大蒜容易发芽的季节，大家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一举两得。第二个方法，如果我们买的大米剩余不多，数量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大米装到塑料袋里面。家里有支风袋的，也可以装在支风袋里更好。全部装进去以后，把袋子口打结密封，密封起来，防止里面的大米受潮，然后放进冰箱保存。由于大米呢是不怕冻的，所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和冷冻室呢都可以保存，哪里空间足就放在哪里。特别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，只要袋子密封的好，1-2年都不会变质。那如果你的大米已经生虫了，我们只要把它用保鲜袋分装好，然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冷冻24个小时，这样就可以把米虫全部都冻死了。虫子冻死以后呢，洗的时候就会漂浮在水面了，可以快速的把虫子和大米分离开。另外像家里的豆子杂粮，如果保存不好，也非常容易被虫子蛀空。我们可以把它装在家里的空塑料瓶里，放到冷冻室，这样可以很好的防虫了。取用的时候呢，也是比用袋子装呢更方便。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比较足，放进冰箱里保鲜的时间呢可以更久。方法3，自制驱虫包。如果家里的大米非常的多，成百上千斤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自己制作一些驱虫包。这里准备一只干净的一次性口罩，我们剪掉其中一头，这样口罩就形成了2个小口袋啦。我们都知道口罩是无纺布结构，拥有着非常好的透气性，用它来制作驱虫包，气味呢就特别容易散发出来。我们往口罩的一边倒入少许的茶叶，另外一边呢，我们放入少许的花椒，然后整理整理，再用刚刚剪下来的口罩耳绳将其捆绑起来就行。这个耳绳弹性非常好，所以捆起来很方便。记得捆扎的时候多扎几遍，这样才会更加的牢固，不然里面的花椒和茶叶洒了出来，以后淘米呢是会非常的麻烦的。所以做好了以后，我们还要仔细的检查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漏出来。检查无误后，一个驱虫包呢就做好了。如果大米是50斤的或者是100斤一袋的话，就1袋大米里边呢放2个驱虫包。怎么放呢？就最底层放上1包，拦腰处呢再放上1包即可。把这个驱虫包埋在我们的米里边，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去米虫的功效了。而且它不仅仅可以驱除米虫，还能防潮哦。那是什么原理呢？第一，我们在里边加入了茶叶，茶叶表面的胶质成分呢就像活性炭一样，可以吸附我们米中的这个潮气，这样大米就算是在梅雨天气也不容易受潮发霉。而花椒则可以去米虫，是因为它有一种自然的抗氧化物，具有特殊的香味。特别是新鲜的花椒，我们隔着几米远都能够清晰地闻到。花椒驱虫的原理和大蒜是一样的，小虫子对这种气味是非常敏感的，躲都躲不及，更别说靠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米里边，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家里面的大米了。就算是放上2-3年了，都不怕会长米虫啦。防止受潮和蚊虫，就算是陈米，吃起来口感呢也会和新米一样好吃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如果驱虫包的气味比较淡了，就要及时的更换一下里面的材料哦。好了，关于驱除米虫的这几个方法，现在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吧？如果你家的大米也经常会长米虫，就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来解决吧。米虫比较多呢，就用方法1；大米量少，米虫多，就用方法2；大米量多，想要防范，就用方法3。您记住了吗？学会了这几个方法之后，家里的大米就再也不怕长虫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不知道平时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，有些家庭的窗户上面会挂一把小葱，用绳子把小葱捆绑好，挂在窗户的上面。那么窗台上面挂小葱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好多朋友都不知道，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，作用用钱都难买。小葱是一种很常见的配菜，家家户户都会用得到。平时在菜肴里面撒上一些小葱花，既能够提香，又能够起到点缀的作用。北方的朋友对小葱更是喜爱，做小葱蘸酱也是特别好吃，但仅限于用来吃，那还真的有点大材小用了。我们先把小葱摘干净，把葱白部分的烂叶摘干净。我们在挑选小葱的时候，看到葱根根系发达、长且粗壮的，就尽量挑选这种的，这样的小葱吃起来口感更好，香味更醇厚。全部摘干净后，我们找一根线，将小葱捆绑起来，然后拴紧实了。可以把小葱提起来就行。很多朋友就直接这样将小葱挂在窗台上边，但其实这样直接将小葱挂在窗台上边是有弊端的。这样做小葱的味道不容易散发出来，而且小葱非常容易脏。我们知道一天下来灰尘是很大的，这样小葱就不容易清洗干净，而且直接悬挂，用到的小葱数量多，挂在窗台，经过一天的暴晒过后，小葱很容易蔫掉，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的前提下，把它稍微改良一下。盆里边倒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我们把小葱清洗干净，特别是葱根的位置有很多的泥土，需要把它洗干净一些。一般人们吃葱都会直接掰除或者是切掉葱根，只是用葱白和葱叶。实际上葱根也是可以食用的，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。葱根中富含多酚、蛋白质和多糖类物质，且含有大蒜素和丰富的植物固醇，可以为人体补充所需的一些营养物质。葱须油炸后还可以用来当做拌粉和拌面的调料，特别好吃。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还可以用它来煮水喝，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和促进消化哦。所以切下来的葱根千万不要再随手扔掉了。现在我们将香葱切成小段，就根据自己平时的烹饪习惯来切就行。切好的小葱放在一边，现在拿出家里边的口罩。相信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很多朋友家里呢都会备上很多口罩，所以口罩并不难找，而且要找的口罩呢是干净的，没有用过的。将口罩顶端的这里剪掉不要，因为口罩是分层的，将口罩剪开一头之后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小口袋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小口袋哦。我们将香葱装进去，可以多塞一些，这样味道呢就会更香浓。我们将小葱切断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切好的小葱气味呢会更浓郁，散发出来的也会更多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把口罩自带的铁丝抽出来，用刚刚抽出来的铁丝把口罩的开口处密封紧实。密封好了之后，一个非常方便的驱蚊包就做好了。这样的驱蚊包不仅可以去除苍蝇、蚊子等常见的昆虫，对其他的昆虫也有不错的效果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实用。这样做好以后，
将它直接挂在窗台上就可以。很多朋友之所以把小葱挂在窗台上，就是利用香葱本身会散发出来的刺激性气味，起到驱赶蚊虫的作用。蚊虫是受不了这种气味的。而我们利用口罩将它改良成一个驱蚊包，优点是非常多的哦。就比如说口罩里面是分层的，而且每一层里面都非常的薄，这样非常有利于气味挥发出来。而且口罩上面呢还有一个带子，这样无论是绑起来还是直接挂起来都非常的方便。天气逐渐炎热，这时大家都喜欢打开窗户透透气，有纱窗还好一点，没有纱窗的话，一到晚上就感觉蚊子集体的在家里搞活动了，相当热闹，防不胜防。我们像这样将驱蚊包挂在窗台上，经过太阳长时间的晾晒，里面的小葱就会挥发出挥发油和大蒜素，可以抑制细菌。经常闻一闻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，而且葱散发出来的刺激气味对于驱赶蚊虫有非常大的作用。除了可以挂在窗台上，我们还可以将其挂在床头、薄薄的床边，用来进行驱蚊。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到了晚上关了灯，蚊子就在耳边嗡嗡嗡一直嚷个不停，一开灯就不见踪影，就是很烦躁。这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些驱蚊液啊、蚊香之类的产品来驱蚊，但大多数蚊香的有效成分是除虫菊酯杀虫剂，长期吸入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。就好像很多人闻到蚊香、驱蚊液的味道就会恶心头晕一样。传统盘式蚊香、电热蚊香、驱蚊液的有效成分都是具有杀虫成分的化学制剂，其驱蚊原理是一样的，区别就在于载体不同而已。所以为了自己，为了宝宝，就给自己做一个驱蚊包吧，这才真的是健康安全无添加的自然成分。像宝宝抵抗力比较小，就用我们自己制作的驱蚊包吧，使用效果好，关键是还安心，您不妨试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啦。您觉得口罩制作的驱蚊包可以吗？而且口罩是可以阻隔灰尘进入葱里面的，所以这个葱就算是晾晒上一天，取出来后还是可以食用的。因为口罩是干净的，小葱更是干净的。等第二天的时候，再向里面装入一个新的小葱，一个口罩就可以利用很多次了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